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22号。昨天比特币 25K 又是冲不过去，价格是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很多朋友也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相信大家都在看美股大跌的一个原因啊。不过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啊。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美元指数，或者是黄金的价格，以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其实对最近整个比特币再往上去推升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包括我也是跟大家计划了有一段时间，我估计这个位置要举行整理很长一段时间。它这一波出牛的行情，就类似20年疫情底部起来之后，这边上涨到这个高位，后面是整理的70天。为什么？因为19年的这个顶部，它有一片套牢筹码的时间是在85根，接近90根的 K 线啊，所以这个位置需要震荡。那已经跟大家计划了有一段时间。就是再上去尽量不要去追哦，包括昨天推特上面也是在提醒大家，比特币日线在 25K 附近，它还是在背离的结构啊，所以尽量看盘整。你如果还要做多，那只能看有没有区间的低点，因为日线就是双背离的结构啊。所以现在我的判断应该还是在整理哦。那如果短线前面，比如说一些程序的单子，你有听这些建议，比如说在23000，包括我个人之前在21000也是建议朋友们，你短线可以再去开多。目前是还有利润哦。我的观点是，震荡一段时间可能会很难受啊。就是你的利润它也不一定会再扩散，或者是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形态，下一次的买点，或者是为什么它价格还是在这个位置震荡。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也是预计了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位置估计要整理很长一段时间，70天够不够？我也不是很确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当时疫情的底部，昨天一直在跟大家判断，目前是在出牛的阶段，就类似20年疫情底部起来之后，这一波就是出牛哦。但是后面它有在分牛吗？没有哦，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个19年的高位，它是不是一个矩形还是一个三角？我的观点是不重要，你只要把它看作一个整理区间就可以啊，就类似昨天跟大家讲的，比特币4个小时有一个三角，但是我估计有可能会变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它在这一个区间是接近90多天啊，所以后面为什么上去以后这边横了70天，也就是整个区间需要洗盘啊，从这一根 K 线开始到这个位置，它是接近80多天才开始突破。就是因为上方这个位置有90多天的一个套牢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跟大家聊了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确定它到底要不要奔走型整理去28000或者是29000再横一段时间，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先来横是最好。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压力套牢盘的时间是更长啊，整个时间如果从21年的1月份这个位置开始，你横过去看一下它的时间，500多天啊。然后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整个底部当时是计划从2万开始，如果有再跌下去，慢慢的去抄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整个低位其实都是一个底部的区间，到现在或者是2万，我的观点是目前的时间是200多天，所以也是感觉可能应该要再震，或者是再横个一段时间。那至于短线为什么在这边这么纠结，25000过不去，冲高已经有3个上影线了。我们很明显的观察一下，这边压力现在也是有一个短短的压力，有一些套牢盘是在上面啊。除了跟大家讲，昨天是在跟朋友们提醒，就是日线它有背离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在涨的时候，指标是跟不上来，而且这一次它已经是来到80关口。量能明显在所有的结构下，我的观点是你就尽量不要去追，包括 MACD 也是有背离。那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你看到顶背离的时候，不一定说可以去做空，因为整个中长线趋势都是向上的结构下，你也不一定真的100%就能空到这个高位。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就是不适宜去追多。那现在不涨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些原因啊。当然美股我就不讲了，美股下跌可能很多也是在讲现在美股跌下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当时在这个低档
也是有跟大家踩对过一次，我的判断有可能这一根 K 线插入线是非常的强哦，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转折，后面第二天就直接上。那前一段时间有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整理区，我们最近尽量去观察，就是它这一个矩线能不能过。现在是已经回到这个矩线，所以短线包括整个中线，它的美元指数是有一个上升趋势，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美元指数如果再涨的情况下，黄金已经跌了有一段时间，所以最近黄金的走势也可能是预示着比特币要整理一段时间啊。包括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我也想跟大家再来聊一下，老粉丝都知道，以前有经常跟大家提，你尽量去观察，如果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它是在跌的情况下，它是利好这一个比特币的。如果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它是在涨的情况下，而且这一波趋势是非常的强啊，在涨的情况下，它是利空这一个比特币的。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就是整个市场在预期美联储下一次会不会真的加息50个基点。大家都知道上一次美国的 CPI 是不及预期啊，预期是在 6.2， 然后整个数值是在 6.4。 那为什么最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会这么强势啊？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普及一下一个知识啊，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它跟10年期国债的现货它是倒过来走的。如果收益率的趋势它是向上走，那就说明国债的现货它是在跌的。比如说100块的国债，它跌到比如说95块，再跌到90块，价格是不是在跌？如果它现货的价格是在跌，那它的收益率才有可能会涨。所以也是说明一个原因，最近既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在涨的情况下，那你要知道就是国债的现货在跌。为什么在跌？有可能就是机构或者是一些市场的先知先觉的资金在判断美联储下一次有没有可能会加息50个基点。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哦。不过最近比特币还有一个不涨的原因，也是前2天跟大家讲的，目前在高位，为什么要横向震荡？我估计有可能主力就是在等待本周四，也就是23号凌晨3点的时候，美国2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到时候要公布哦，我们也要去留意一下。当然这一个重不重要，我估计可能也并不重要，因为它是早于美国 CPI 公布的那个节点。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还是要去留意周五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现在预测值是出来了，到时候去留意一下，就是 PCE 的物价指数预测值是在 4.9， 上一次的值是在5啊。那我们要记得 CPI 当时公布的数值是不及预期，是在 6.4， 所以这一次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一个预期，或者是最好是能低一点。如果它不及这个 4.9 的预期，有没有可能主力到时候横盘震荡完，到底会不会继续洗，或者是还是在这个区间来洗盘挖坑都有可能啊。反正最近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样子，短线也是停了有一段时间，包括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4个小时，昨天是判断这个三角形，我估计有可能会变形啊，因为它里面的量价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这一根有一个空方吞噬，是量带大量，但是上涨的时候量能是没办法盖过这个量，而且现在是下跌总是出量，但是上涨的量总是比下跌的量要小，所以目前的这一个区间里面，短线现在是有一些败相啊，也是跟大家讲的有几天，你如果要再搞的话，尽量再先看有没有举行震荡的低点啊，包括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如果还要再做多，尽量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横盘到位以后，有没有可能再踩维加斯的144通道，现在也是接近这个23000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1个小时里面，其实很明显的看到下跌有量啊，上涨量明显没办法就是大于这一个下跌的量，包括最近的这个横盘区间也可以明显观察一下，下跌都是在放量，但是上涨的时候量没办法盖过这个下跌空方的量。然后也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狗狗币，狗狗币整个日线前面这个位置有搞到1个多单，目前也是选择在拿，不过最近确实是挺难熬的。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你看一下这个 K 线的低点，它最好是不要破，有可能目前还是在
这整个矩形的下方震荡一段时间，到时候看会不会突破这个矩形。包括这个以太坊也是一样，昨天也是跟大家讲的，你尽量在1700左右不要去追有可能它还是整个大箱体区间震荡为主，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